装出可爱来。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有一节说，神就在这里，我们敬拜你。那我们怎么知道神在这里？神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眼睛看到神的话语。当我们在唱神的歌的时候，我们心里被神感动；当我们在赞美主的时候，我们的灵靠近神。那这就是知道神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冰冷的，我们眼睛里面看不见主的话，我们所思想的是我们的问题的话，或是我们在这里心里没有被主的自己来触动我们里面的深处的话，那我们在这里是枉然，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圣经可靠，是因为里面记载神所默示的话语。保罗告诉我们，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影响我们的一生，它改变我们的人生观，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保罗首先提到这个教训，这个教训这个两个字是向着我们说的，我们属神的人要被神的话语来教训。这个教训就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遵守神的诫命，被他的话语引导。圣经的教训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没有一个被神话语充满的人是没有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自然他也不能够帮助别人，也不能够传神的福音。人说话和神说话是不一样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呢，是因为人是罪人，人有罪。所以罗马书在1章到3章里面的教导的总结啊，就是这么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可不可以想象到这样子的话是出于人口里面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在别人的面前用这句话来说嘛，是吧？有没有人敢这么决断？没有人敢这么决断。你今天跟人家讲一个非常决断的话，你不是出于圣经的话，别人马上就点你，就说你讲的话太绝对了。可是圣经里面的话，神向我们说的话都是绝对的话，没有模棱两可的。苏联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他做了很多的著作都是非常有名的。他名字叫托尔斯泰，你们都听过你听过这本书叫做《战争与和平》吗？也拍成电影，对不对？那他还写了很多短的寓言呢，他短的寓言的小说，那才是真的是让我们惊喜这里他写了一个故事叫做随波逐流。他说有一天一个人要到对岸去，他上了一条小船，人把那2只桨就交给他，然后就把他船推到河里头。他起初努力的用2个桨在那里划到离那个岸边越来越远，划到这个河的中间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水流非常的急，一直
直把它往下面冲去，他一直在那用他的桨在那里要划到对岸去，结果用尽了力量，他就放弃了，结果这条船就漂流了。他漂流的时候，最初他还觉得不安心，就后来慢慢发现，左边也有一条船，右边也有一条船，都是这样子漂流的船。他发现很多人跟他一样，都在那里漂流。他看见这么多人都在那里漂流，他的心里面就安了。他在心里面就说：啊，这大家都在漂流，我也在他们中间。这样子，这个船就一直往下流去了，一直等到他听到有那个非常大的水的声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下面是一个万丈深渊。他看到许多的船一个个掉下去，很多的人在那里挣扎，往上游去划，很多的人已经来不及了，就掉了下去。当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方向、没有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可能摔下去，摔到万丈深渊的下面。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们，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不随波逐流，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上的祝福，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活上的引导。人说话总是颠三倒四的，三番四复的，常常改变，很多话语的错误。所以以赛亚书55章这里这么说的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句话我们都懂，可是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看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怀疑的心。当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有一段经文是我是特别喜欢的，是诗篇19篇的7节到10节。我常常用这一段呢拿来做课室里面的交通，还有用这一段圣经来做练习。那我自己在职业的生涯里面几十年，我看见人说话，我看见人的行为，所以我就把人和神19篇的里面7到9节的把它配在一起。诗篇19篇里面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但是我常常发现，人说话是出于私意，常常歪曲，常常迷惑人。神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得到智慧，但是我发现世界上的教训使人有知识，但是他没有办法带我们到一个目的的里头，不能使人有智慧。神的法度确定能使人有智慧，神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心。你知道，人说的再好听，但是没有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全观，所以常常使人迷惑。你读了这一点，好像这个是一条道永远的道路，但是你发现它走到底不是，又换一条又不是。但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神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知道，人说话常常是戴着有色的眼睛，从我的观点里头看，所以我常常人的话语是偏颇的，你连一个事实都分析不清，可是很多人就在那里讲话。
所以使人迷糊。神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可是人的话常常被推翻，甚至于专家的话也常常改变。一天这样子，隔一阵子又那样子，再隔一阵子又这样子。我读到一个文章，你记得从前有一个物理的博士在中部读书的时候，他拿枪把他的指导牧师杀掉，把他的院长杀掉。那个中国人你记得吧？他是物理学的博士，他在写他的遗书的时候，他就说，在物理学里头，这一块的人反对这一块人，这一块人攻击这一块的人，所以他进去读物理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失望。他觉得人是偏颇的，人所讲的话、做的事，就是从他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要进来。那是你的地盘。可是神不是这样，你读神的话语，你就发现神是何等的良善，神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有恩典。神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常常说到人的话语是 vanity 的 vanity， 是非常的骄傲、高抬自己，自己不遵守，然后叫别人遵守，这是人的话语。诗篇19章说，神的话语比金子还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以羡慕。但是人的话常是骗人，乱七八糟。神的话比蜜还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还甘甜。人说话鬼话连篇，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不是说你们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发现神的话却是这样子的真实，神的话充满了力量。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里活泼的意思就是说活的意思，神的话是活的，神的话有功效。功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好用。神的话也非常好用，在我们生活上、生命上非常好用。你姐妹，我们这里有很多姐妹去买了衣服回来，很漂亮，看着很漂亮，穿到身上不喜欢了，为什么？不好穿，穿起来不舒服。有的鞋子买了一双鞋子，穿在脚上很好看，穿在脚上不舒服，你不好穿。神的话，人的话常常是这样子，人的话重看不重用。那下面他继续说，连人的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你说神的话怎样来到我的心里面辨明我？神的话难道是活的吗？可是的确，你知道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太初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道能够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你嘴巴里面还没有说出来的，你在思想的时候，神就知道我们的里面说的话。因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心里面动了一念，你就犯了奸淫的罪。所以神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常常觉得我不讲出来没有什么关系，别人都不知道，人不知道，可是神知道。主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听神的道呢？有的人在这里要听一篇很有趣的道，如果我从那一头跑到这一头，从那一头跑到这一头，哇，这个很热闹。但是神的话出来的时候，是神的话有力量，不是人的故事有力量。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的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Gerhard von Rad。 这个人呢，你只要去念神学院，你只要读任何的书，你就会接触到这个人。那他在活着的时候，他常常到德国的一个非常小小的礼拜堂里面礼拜。
那里礼拜堂的牧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他没有什么讲道的口才，他讲的道一般般，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他去那个教会的，常常去那个教会，别人就很好奇，就问他说：“像你这样子的学者，你怎么会到一个这么小的教堂里面听一个年轻的牧师在那里传讲？”他回答问他话的人这样说：“他说他的确，他所讲的，他道讲的是马马虎虎。”但是每一次他站在讲台上读神话语的时候，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个包裹着的定时炸弹要准备爆炸出来。所以他愿意在那个很小的教会里面听这个年轻的人讲道。那我们说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力量？他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当他在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神话语的力量就出来。我都不太明白。后来我在读这个诗篇29篇4到5节，你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跟着看啊。他说：“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木。”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第9节，跳到第9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他的荣耀。第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这是神话语出来的力量。我们要听的就是听神的话语。人的道一下就忘了，人讲的话，我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你隔一个出去这个大门你就忘了。可是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这个神的话一直存留在你的心中，你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人。几年前我姐妹 Joyce 跟我又去到又回到那个Hearst Castle，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 Hearst Castle？ 有没有去过？去过吧？那是我们30多年前去，我们后来又去了一次。那再一次看到墙上的挂的一幅壁，是那个是织出来的地毯，挂在墙上，非常大的一片。这个织毯是1500年织成的。它的题目是叫做列路图，图案非常的复杂生动，颜色非常的鲜明，真是美轮美奂。不像今天今天我们有3D 打印，很容易做。我们用电脑可以把这种很复杂的东西织出来。你想到1500年前，全是手织的。织这个毛毯的人，他要非常仔细的设计，然后上色，小心的编织，每一根线，横的线，每一根直的线，都经过很好的设计。当他把这个做完，壁画织完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非常生动打猎的图画。这里面有人物，里面有君王，有长官，还有随从。这里面有动物，有马匹，有猎犬，也有野鹿。这里面还有森林，有草木，有花草，有树木。何等美丽的一个壁画壁毯啊！把这打猎的活动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我为什么要秀这个图画呢？
这个图画就像诗篇119篇一样，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它分成22个段落，每一个段落有8节，每一节是用希伯来的字母的照着希伯来字母的次序，然后一个字母8节，下一个字母8节，这样子一直编排下来的。这每一句话里面都提到神的话，他用不同的方法提到神的话，教导我们来爱慕神的话，经历神话语的祝福的能力。所以他第2节是这么讲的，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里面涉略到神向着我们的旨意，他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好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蒙受他的祝福。今天我们读的1节到16节，我们所强调的，诗人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要我们遵守谨守神的话，然后告诉我们怎样守住神的话，好叫我们来蒙福。好，诗篇是119篇的1到3节，一开头的时候就像诗篇第1篇的1和2节完全意思是一样。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他这里用的一个字就是 blessed， 是有福的。这个有福在另外一个翻译版本你就看，他会说 happy are they， 就是这些人是快乐的。但是不管是有福或者是快乐，常常会表现出一个时态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不快乐，那我还说我是 happy is the man， 就是我还是快乐吗？所以这个字事实上比较恰当的翻译是翻成满足 content， 就是他心态的光景是这样子，是平稳安详的。这一种生命是这一篇诗篇第1节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安稳被祝福的生命，谁不想要？但是他有条件的，他告诉我们要遵行，就是 walk， 要遵守 keep 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你知道，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永生是2个阶段，我们活完了今天，我们跳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是永生。可是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以诺的生命是神给我们看的一个样本，是从与神同行，每一天与神同行，听神说话，向神说话，又听神说话，这样子一生他与神同行300年，他就自自然然的走进永生的里头，不是跳的，不是一个段落你要过去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在地上我要追求我地上的东西，等我到了天上再来敬拜神。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我们在地上就每一天是得胜者，每一天跟随主，这个是这个有福的人生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有下面三个反应那3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有属神的信心。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就慢慢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就被神改变过来。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我们在听，我们常常被这些世界上的声音引诱到离开神的话。
的话，可是我做的是另外一个。如果我们认同神的道德观的话，神的价值观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走在神的义路的里头。从道德的方面，我们来看神怎么教导我们的哦。比如说，神称堕胎为谋杀，那有的人说不可以这样子讲，这样太恶了。我们应该说是选择。神称同性恋是可憎的，我们说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说它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神说他创造了诸世界和人，那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呢是10亿年慢慢的形成的。那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神说他是唯一的神，除他以外没有神。我们说，不一定哦，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还有不同方式出现的神。譬如说，穆斯林的阿拉，他也是神，他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观念的话，你要被神的话语改正过来，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语，圣经里面没有说的，我们不能去相信。基督徒不能够去相信圣经神没有说过的话，我们也不能传扬去传述圣经里面不合圣经里面真理的话。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违反了，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当你遵守神的命令，你才能够带出来蒙福的人生。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知道我们都不愿意听，可是神的话语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它摆在那里，就让我们想到，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对呀，很多人知道911吧？911是15年前我在德州上班的时候，看到纽约被暴力分子打了炸。你知道美国为什么被炸？现在欧洲到处出来是恐怖分子，为什么？当人离开了神的话，他就没有保护。美国一样，欧洲一样，你我也是一样。当我们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就离开了神的保护。好，我们知道在美国的钱币上，还有很多的纪念碑上，都这么刻的。怎么刻？刻的是什么字？ In God we trust， 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说神啊，请你千万不要来到我们政府里面来干涉我们。政教是分开的，你不要来这里管我们，我们照我们自己管理的方法。你也不能说神的道德标准不适合我，因为我用的是美国的法律的标准，因为神的标准是高过美国法律的标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要认定神的话，你要认定他的话语的话，你要知道神的话语超过人所立的法律。我们更不能说我们的家是另外一个教导的方式。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才是听神的话，到了家里面1到2段。我从前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当我在竭力服侍神的时候，我常常听到我们上面的人告诉我说：“你负神的责任，神就负你的责任。”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么说？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是人的教导。所以我忽略了我好好的教导我的孩子。你要把你的话语带到你的家里头，把圣经你学到的，你要跟你的儿女来交通。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告诉我们的责任，永远不晚。我到现在我还可以教导我的儿女。第二个，
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第6节里面说不至于羞愧，第8节里面说不至于被丢弃。羞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哪里来？是神跟我们讲的。可是我们不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盼望就不得实现。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向着我们应许的都要实现。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自己经历，我们也可以观察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上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是不是照着他的原则，不至于羞愧。依靠神的人是不至于羞愧。我们是不是会看到在教会里面看到很爱主的人，他依靠神，他就很多羞愧的地方。羞愧是什么意思？羞愧就是失望。一个爱神的人在神的身上永远不会碰到失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被丢弃，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没有偏行己路。他这个话是用反着来跟我们讲的。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是我们丢弃了神，不是神丢弃了我们。当我们丢弃了神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非常危险。为什么非常危险？你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来。很多人去外面有了女朋友，很多人就是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他在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什么都敢做。但是有神同在的人，就一定不会被神抛弃。还有神的话使我们第9节里面说行为得洁净，第11节里面说不得罪神，第9节是第2个字母的开端，是第9节到16节是希伯来文的第2个字母。它是用一个年轻人，他要洁净，要怎样来洁净他们呢？就像小雨这么小 ，Kevin 这么小，我们都走到路的尽头，我们明白了。可是他们那么年轻，他们怎么教导他们呢？圣经里告诉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要遵行神的话。那你就是一生都是蒙福。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经过很多的苦难，我们经过很多的挫折，我们经过用脚踢刺的时间很多次。当神与我们常常喜悦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一直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慢慢的被改变。我们个人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是这样，连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当我们的教会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团契出问题，你的教会出问题。我们的肉身常常软弱，我们的灵性也常常的贫穷。但是神的话答应我们说，他的话语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我们里面的贫穷变为富足。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激励我们，彼此鼓励在行走在这个困难的道路上的时候，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主。那我说我们要第2点，我们要怎样遵守神的话呢？那这一段里头，在这1节到16节，诗人也给了我们答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已经提过了怎么看重神的话呢？这里有个例子对比起来，不看重神的话的人是这样子，看重神的话的人是这样子。你在这个 slide 里面找不找得到你自己？你是在哪一边的？你在哪一国的？很多人基督徒讲话随便讲，他讲了不守信用，那你是站在哪一边的？你绝对不是站在神话语的那一边的。很多人喜欢批评人家，还不分清楚事实的时候，他就讲一些话，那你不是站在神那一边的。神的话语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看重神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走在蒙福的道路上。119篇的4到5节呢，是说到我们对神的话语要有委身。那第4节说，神吩咐我们要我们殷勤遵守。殷勤遵守不是一铺起来，不是我今天做了，明天不做。我喜欢我再来听神的话，不喜欢我就是圣经上面都是灰尘，不是这样子。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挪亚的，以诺的故事就是这样。以诺就是与神同行，就是每一天接触，每一天听神的话，每一天向神说话。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是安静默想；你在向神说话，你是祷告。这是牧师常在说基本功啊，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生都做不好。我也是这样我不是在这里就讲说我做的很好，你们做不好，没有，我们都一起，都是弟兄们。所以不断委身，这个人就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这个敬畏神的心呢，就产生下面那3点。哪3点呢？第一点，他就有内在的饥渴。一个人常常读主的话，他里面就有一个饥渴。他要一心遵守，但这一心寻求，在第2节、第10节里面是2种的动词词态。在第2节里面说的是他向着神的一个愿望，他在那里祈求。他说一心寻求遵守他的法度，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让我来一生遵守你的法度。到了第10节，他不一样，他语气改了，他说一心寻求不偏离你的命令。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定义了，我不偏离你的命令，我是遵守你的话语。他是确信他要遵守神的话语所以第2个，他就遵守神话语的人会带进来一个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是因为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有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得到力量。有一个瞎眼的孩子他是经过手术了以后重新看到光明。他妈妈就带他到外面，他看见碧蓝的天空，看见翠绿的树木、草原，还有花，各种颜色的花。这个孩子就这么说妈妈，你为什么从前的时候不跟我讲这么美好的外面的景象呢？那妈妈流着眼泪跟他说：“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一个瞎眼的孩子怎么能够跟他描述天是怎么蓝呢？”所以，我们喜爱神的话语，需要被神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从心的深处里面知道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帮助我们的，使我们蒙福的，不但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第3个结果就是产生一种心灵的感动和启示。那15节里面说默想你的话语，11节说将你的话深藏在我的心。这个有一条歌就是你的话，就是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的心。不是说因为我要考门训，我要考试，我背的我考了100分，然后下个礼拜我全忘了。那个深藏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接触神的话，你把那个话摆在心里头，你喜爱它的时候，你就藏在你的深处。今天我们受到文明的影响，我们很少听到神的话。你知道救世军的创办人是谁呀？威廉布斯，对不对？威廉布斯他在上课的时候，学生都在下面，他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他问了学生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听见什么声音？”这有的人就说：“我听到外面车子的声音。”有人说：“我听到小鸟的声音，那树上的小鸟在叽叽喳喳。”有人说：“下面马路上面人在行走，他们在讲话的声音。”你猜威廉布斯怎么回答他们说？
他说：“我听到一大群的人走上灭亡之路的脚声，并且他们的灵魂也发出悲惨的哀嚎。”你接触神的话，你听见神的声音；你接触这个世界，你听见世界的声音。当这个忙乱的时候，我们听见都是世界的声音，我们没有办法听见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神用细微的声音向我们的心说话。这是我们每天要操练的功课。19篇的第7节、第12节告诉我们，认识神、让神的话是需要我们学习跟受教的心。第7节说，当我们学习经历神话语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12节说，诗人的祷告教导他，让他慢慢熟悉，更多的认识神的律法。认识神的律法是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纯净、丰富和珍贵。当你话语存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向人家做见证了。所以第13节就说，我们要用嘴唇传扬神的话。一个从心里面爱神的人，充满神的话语的人，他出来很自然出来的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如果你不爱神，跟神很远的话，出来的都是人的话，你自己可以检视一下，你每次讲话的时候，你讲的多少是跟神有关系的，或者你讲有多少跟神没关系的话，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一个试验了啊，就是那个你做 finance 就知道叫做 acid test， 你马上就测出来你对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是不是充满的。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来彼此鼓励，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来彼此安慰。当别人说到困难的时候，我想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不是用一些人的话，我用一些我如果说他不适合听的话，我不讲话，我就陪着他，我用行为的话语来陪着他，你就够了。最后一点就是以神为乐，对不对？我们的话要喜欢神的话到一个程度，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为乐。16节说，诗人定义要来喜爱神的话，就是让神的话语充满他，不要让世界霸占了我们的心。从头脑到心，是我一直讲说一个很短的距离，可是从头脑到了心，沉淀在你里面，是深藏在你的心中的。你的头脑里头都是知识，你会批判人家，你会论断人家，你搞不清楚你就讲人家。可是你在心里面的时候，出来的就是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这是很重要的啊。在你的律例中自乐，这还包括了我们在行动上的遵行，不是说单单是喜欢神的话什么都不做，我们很容易落到那一种敬虔的那种假象的里头，以为敬虔就是躲在山洞里面一直读神的话，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敬虔的一个表现是传福音，敬虔的一个表现是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语，是遵行神的话语。好，最后了，我就说，在第2节里面说，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我在这一节这一段这个我不去看它了啊。这一段是为什么？这一段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常常软弱，我们这个人里面常常贫穷，我们想出来的话都是 negative。你看第一个 column 上面的话都是 negative 的话，对不对？我不行，我不能，我这个不值得，这些我没有这个祝福的。可是神怎么讲？你看神讲的话，神讲的话都是鼓励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鼓励，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你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些出来的力量是神话语出来的力量，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好，下一章我就提了一下啊，就是我想到就是阿摩司书的4章12节啊，它里面就是说，我这样行，
你当预备迎接那个神。当我们年纪慢慢老去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发现，有一天我们要与神面对面。你准备好了没有？那你的挑战是几千年前神向着以色列人的挑战。如果说是你预备好要一面见你的神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行为，还有你的反应，都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如果神的话是一个藏宝图的话，我相信会很多人要去读它，但是它不是。我们发现很多人不知道神话语里面藏的那些宝藏。诗篇119篇1到16节，把神的话语的价值、功能，还有它的祝福，很清楚的给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就给我们一个选择。我们选择神的话语，我们活出来的遵行、遵守，我们就活出一个非常满足的人生。当我们与神的话常常为敌的话，我们就随波逐流，慢慢走向危险的地方。可是我们不知道，美国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一同纪念911的时候，我们想到美国今天的光景是美国国家自己选择的道路，自己走的路，西欧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可是美国还继续往这条路上走。今天你和我们不要选择这条路，我们要选择神话语的道路，让我们一生跟随神，做一个爱神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主，你的话语出来有爆炸的力量，不是人在说话，是神你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就让我们遵守你的话，一生喜在蒙福。